大家好，我是宽哥。今天我们要踏上一段超越想象的旅程。你是否想过，当生命走到尽头，甚至医学宣告死亡之后，意识会去向何方？仅仅是黑暗和虚无吗？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不仅死过，而且不止一次，并且在那些不存在的时刻，他看到的可能颠覆你对宇宙、对历史，甚至对你是谁的全部认知。这就是濒死体验，一个横跨全球、挑战医学、神经科学、物理学乃至哲学的巨大谜团。它不仅仅是接近死亡的故事，更像是一把钥匙，可能解锁我们意识最深处的秘密，甚至碰触到宇宙的禁忌知识。这究竟是垂死大脑编织的最后幻境，还是我们集体无意识中隐藏的真实记忆？今天我们将重审这份来自全球的生死档案，聆听那些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报告，探究顶尖科学研究的震撼发现，并一同追问：濒死体验是否真的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另一个现实的门？濒死体验绝非孤立，也无关信仰。从繁华都市的医院病房，到偏远部落的古老传说，那些从另一边回来的人们，无论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如何，他们的核心叙述竟如出一辙，仿佛遵循着同一本宇宙剧本。这种惊人的跨文化一致性，本身就是一道耐人寻味的谜题。正如西方有雷蒙德·穆迪博士这样的先驱，系统记录了生命不息的奇迹。在东方，日本的木内鹤彦先生也通过其著作《濒死经验的启示》，为我们揭示了亚洲文化背景下同样深刻普遍的濒死现象。这一研究共同描绘了一幅超越地狱的灵魂图景。那么这份全球通用的灵魂剧本，究竟有哪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呢？一切始于一种超乎想象的平静，所有痛苦、恐惧瞬间蒸发，紧接着便是经典的灵魂出窍，意识脱离肉体，成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从不可思议的视角观察着尘世的一切，细节之精确，有时甚至超越了当时在场清醒者的记忆。随后，许多人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飞速穿越一条神秘的隧道，奔向一团无法用地球语言描述的蕴含宇宙一切知识与爱的本源之光。在这光的国度，他们常会遇见已故的亲人，或充满智慧与慈悲的光的导师。一生经历如电影般重现，也是一场震撼灵魂的体验。一生事迹巨细靡遗，以全息影像般的方式瞬间呈现。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深切感受到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或对他人造成的真实影响。无论是爱与伤害，都将如实反馈，每个行为的后果都看得清清楚楚，仿佛宇宙的道德天平在眼前清晰展现。有些体验者会感觉自己接触到了宇宙的终极奥秘，仿佛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唾手可得。但就在他们即将完全融入那片智慧之海时，往往会遇到一个明确的回归点，被告知你的尘世使命未了，纵有万般不舍，也必须返回人间。这些高度结构化、情感浓烈且跨越文化壁垒的共同体验，迫使我们追问：这仅仅是巧合，还是人类意识深处潜藏着一场共同的灵魂导航图？而这张图又将指引我们探索怎样惊人的科学前沿。面对这些如潮水般涌来的濒死报告，科学界并未回避，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正以越来越精密的仪器和严谨的设计，试图解构这一意识的极限挑战。科学家们尝试用过一些理由来解释，比如大脑缺氧了，身体自己产生了一些让人产生幻觉的化学物质，或者是大脑的某个特定区域，比如说颞叶活动不太正常等等。这些说法虽然能解释一部分情况，但面对一些特别难以置信的濒死体验，就有点说不通了。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英国萨姆帕尼亚博士和他的团队系统调查了心脏骤停者
存在的意识状态。他们在病房的高处放置只有从上方才能看到的特定的视觉目标，试图捕捉可能存在的验证性感知。尽管由于种种限制，直接看到目标图像的案例极为罕见，但其后续确实记录了心脏骤停患者在临床死亡期间苏醒后回忆起抢救过程中的听觉信息，甚至是一些视觉细节。而这些信息在他们大脑功能严重受损时，按理说是无法获取的。他认为这可能说明，即使人已经深度昏迷，甚至心脏都停了，他们的意识可能并没有完全消失。或者说，我们的意识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比我们现在科学书上写的要复杂多了。另一项震撼学界的是，荷兰心脏病学家罗梅尔对数百名心脏骤停者进行了长期的追踪，发现约 18% 的人报告了濒死体验。最关键的是，研究发现一个人会不会有濒死体验，跟他当时缺氧有多严重，用了什么药，读了多少书，或者信什么教关系不大。更令人瞩目的是，经历濒死体验的人们在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追踪中，持续展现出深刻的正面人格转变，对死亡的恐惧烟消云散，这些人更为积极乐观。这种长久又深刻的改变，很难说是身体快不行的时候出现的反应。这些反常的发现正推动着一些勇于探索的科学家开始思考一些颠覆性的可能性。大脑是信号接收器吗？有科学家猜想，我们的大脑可能就像一台非常高级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它不仅能够自己产生想法，还可能在接收来自宇宙某个大信号源的信息。当大脑快不行的时候，它平时过滤信息的功能变弱了，反而可能一下子接收到了一些平时收不到的更广阔的频道信息。还有一些更大胆的科学家猜想，我们的意识可能和物理学里非常神秘的量子现象有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意识可能就不会被空间限制住，信息可以瞬间传到很远的地方。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感觉自己灵魂出窍后能看到或听到很远地方的事情，就像有了超能力一样。当然，这些猜想目前还非常有争议，离被大家普遍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濒死体验就像一道光照进了黑暗的屋子，让我们突然发现，对于意识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如果说濒死体验中最常见的灵魂出窍、看到隧道和光等是标准剧情，那么在一些更为罕见、更为离奇的报告中，经历者似乎触到了更深邃，甚至可以说是最禁忌的知识层面。他们带回的不仅仅是个人生死的感悟，更像是一部浓缩的宇宙史诗和地球编年史。有人声称在濒死状态下亲眼目睹了宇宙从一片混沌或纯粹意识中诞生的过程。有人描述了地球远古时期发生的足以重塑地貌的宇宙级灾难，以及那些失落的可远超我们想象的史前文明的兴衰。甚至有人回忆起在遥远的过去，自己曾是其他形态的生命，或参与了地球生命的播种与演化。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些古老的画面被唤醒了，还是说宇宙中真的存在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就像传说中的阿卡西记录一样，存储着从古至今发生的所有事情？当人快死的时候，他的意识是不是就能连上这个宇宙数据库，读到这些一般人看不到的秘密档案呢？这些宏大叙事型濒死体验无疑将问题的难度再次拔高。这些说法不仅挑战了我们现在的历史和宇宙知识，更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到底是谁。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或许正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揭示着个体意识与宇宙意识之间的某种深刻的我们尚未理解的连接。他们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古老得多，也广阔得多。无论濒死体验带回的是个人层面的启示，还是宇宙级的记忆碎片，一个几乎共通的结果是，经历者的人生轨迹往往会发生翻天覆地的积极转变。这仿佛是宇宙给他们上了一堂浓缩的生命必修课，让他们带着全新的出场设置重返人间。这份重生密码以惊人的一致性在全球显现，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死亡的恐惧烟消云散，他们学会了向死而生，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勇气拥抱每一个当下，对世俗的功名利禄变得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对真理、智慧、内在和平以及无条件的爱的深刻渴求。他们的心变得柔软而广阔，同情心、理解心变得柔软而广阔，同情心、理解力如潮水般涌现，变得更加乐于助人。也有许多人感到了自己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不再为小我而活，而是渴望为更大的福祉贡献力量。这些深刻的内在转变是濒死体验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它证明了，即使是那些最不可思议的经历，也能催生出最真实、最美好的人性光辉。这或许是宇宙希望通过这些使者传递给所有生者的终极信息：活在爱中，活出意义。濒死体验，这扇连接已知和未知的神秘门户，依然向我们敞开着无数的疑问和可能性。它将一面宇宙魔镜，映照出我们对意识、对生命、对现实本质的认知是多么的初步和局限。我们今天一同穿越了全球的濒死档案，探访了科学的前沿阵地，也聆听了那些来自宇宙记忆库的奇幻报告。关于濒死体验，也许永远没有唯一的最终的答案，但它无疑是一份来自彼岸的邀请函，让我们勇敢地想一想，平时认为的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意识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超越我们的大脑，去做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和宇宙的万事万物之间是不是有着某种我们还不知道的深刻联系？如果那些禁忌的知识和宇宙记忆并非虚构，它们对我们当下的文明和未来又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用心去感受和思考的议题。在你看来，濒死体验中最让你感到震撼或最无法解释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意识真的拥有超越肉体的潜能，你又会如何规划这场宏伟的灵魂冒险？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智慧火花，让我们在开放交流中共同探索这个关乎人类终极命运的谜题。感谢大家与我一同完成这次穿越意识边界的非凡探索。如果本期内容触动了你的思想，或点燃了你的好奇心，请务必点亮我们的小铃铛，订阅宽哥的频道，并分享给其他热爱探索、勇于追问的朋友。我是宽哥，我们下次再见。